昏暗的地下室，盗窃团伙头目马哥正在给成员们做技术培训，教他们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偷走一辆摩托车。培训完就到了今晚的重头戏，那就是划分地盘。站在人群外的周泽农是团伙中的元老，前不久刚被放出来，他分到的仍是最繁华的兴业街，这也引起了猫眼和猫儿两兄弟的不满。他们叫嚣着要拿兴业街的地盘，双方小弟剑拔弩张。随着一声枪响，一场恶战拉开序幕。开枪的是周泽农的小弟黄毛，这帮人逞凶斗狠，丝毫不觉得害怕，多少是快上战场的料。一番你死我活的较量后，中枪的猫儿被送往医院，周泽农也将自己的人叫到一起，没收了他们的枪以防生事。这件事总要有个结果，马哥从中调和，都是兄弟，他也不能偏帮谁。这件事还是开枪的黄毛做得过。周泽农表示自己会收拾黄毛，医药费也全包，猫眼如果有别的要求也尽管提。马哥开门见山地表示猫眼那边已经沟通过，既然双方是同行，那今晚就搞一个强盗运动会，比比哪家的盗窃技术更过硬。比赛的彩头就是他们争夺的兴业街，这样做不仅能服众，还能解决问题。周泽农虽然不满意，但也不会认怂。马哥当晚便组织了2伙人的比赛，双方个个都是老手，战绩一时间不相上下。然而猫眼却没打算就此善罢甘休，他烧近路绕到了黄毛前头，将一辆叉车停在出口，货叉拦在路中间。夜里视线不好，两侧又是盲区，等黄毛发现货叉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减速，瞬间便身首异处，场面十分骇人。跟在他身后的周泽农达然失色，他战战兢兢地走到近前，猫眼突然冲出，朝周泽农开了一枪，周泽农滚下陆地，猫眼穷追不舍，要置他于死地。这老小子多半要磕疯了。周泽农手脚并用地爬上路面，骑上电瓶车冒雨逃亡。雨水和血水模糊了他的视线，一阵强烈的灯光让周泽农惊惧万分。恍惚中，他似乎看到前面的人掏出了枪。周泽农的大脑显然已经失去了思考能力，唯一想的只有活命。他本能地掏出枪朝前射击，结果就是这一枪让周泽农踏上了寝食难安的逃亡之旅。被他打中的实际上是一名接到报警赶往现场的警察。周泽农东躲西藏，他的神经时刻紧绷着，整个人变成了下水道见不得光的老鼠。雨夜潮湿的郊区火车站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，周泽农躲在阴影里，一个短发女人接近了他。此前周泽农曾托人寻找妻子杨淑俊，让他到车站和自己碰头。杨淑俊没有来，眼前的女人名叫刘爱，她受人之托和周泽农碰头，并转告他杨淑俊来不了。周泽农在车站找了个监控拍不到的地方，问刘爱杨淑俊为什么没有一起来，是他不愿意还是有人阻止？事情还要从不久前说起。刘爱是度假村的陪泳女，这一职业私下做的是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。华哥是度假村的常客，对刘爱很是照顾。周泽农出事后便托兄弟杨志烈找到华哥，让他帮忙把老婆杨淑俊找来。杨淑俊是杨志烈的姐姐，但他们都不知道杨淑俊如今在哪，只能求华哥帮忙。翌日，华哥带着刘爱来到杨淑俊上班的工厂，却被告知他3年前就离开了。多方打听后，两人终于在一个家具回收厂找到了杨淑俊。杨淑俊得知刘爱来意后，语气不免有些冷。这些年他独自带着孩子生活，对周泽农有怨气也无可厚非。然而一番犹豫后，还是决定跟刘爱走一趟。与此同时，周泽农持枪射击导致一名干警牺牲的恶性案件很快登上了新闻，警方马上对他实施了抓捕，并发布通缉令，悬赏30万，请广大群众协助调查。这起案件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，警方也不分昼夜组织大量人马摸排搜捕。负责此案的正是刑警大队的队长。根据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，周泽农被他的兄弟杨志烈和常潮送到了宠物医院。据医生所说，他从周泽农腋下取出了1枚子弹。离开医院后，3人扔掉手机，驾车逃往野鹅塘。警方便将重点放到了野鹅塘一带。野鹅塘是最近几年形成的城中村，这里鱼龙混杂，管理失序，无形之中加大了警方的排查难度。队长将各县区派来增援的警力有效调度，分为30组便衣进入野鹅塘。华哥将这次见面安排得很隐蔽，然而警方也早已布下天罗地网。刘爱谨慎地观察着四周，没有确定安全之前不敢轻举妄动。不多时，人群中的杨志烈被便衣发现，一番追击战后被击毙。刘爱显然是第一次见这种场面，他慌慌张张地拉着杨淑俊离开。另一边，发现事情败露的常潮拉着华哥问杨淑俊到底在哪，两人互相猜忌，都觉得是对方报的警。常潮索性实话实说，将周泽农的打算告诉了华哥。原来他在得知自己值30万时，便有了让杨淑俊举报自己的心思。常潮将赏金一事告诉杨淑俊，并打算带他去见周泽农。杨淑俊却表示警察早就盯上了自己。几人争执间，杨淑俊犯了癫痫，这下更没办法去见周泽农。于是在华哥的提议下，刘爱顶替杨淑俊举报周泽农。华哥答应事后分给他2万。关系到人命和利益，周泽农没办法轻易相信刘爱，但眼下他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。与此同时，队长带着人在动物园抓到了常潮，从他嘴里问出了周泽农的藏身之处，以及一个名字里带华的人。警方马不停蹄来到车站，却被反侦查能力很强的周泽农躲了过去。为了不引起怀疑，他和刘爱约定第2天在湖边见面。
谎称找裴勇时被他认出了出来。没在车站抓到人的队长马上带着人找到杨书俊，希望能从他口中问出些线索，为此还谎称抓到了周泽农的相好。然而杨书俊却一直没有松口。除了警方，马哥和猫眼也将野鹅塘翻了个遍，要找出周泽农。他们对那30万赏金虎视眈眈，伙同华哥准备拿了这笔钱。刘爱无意中偷听到了3人的对话，他可怜周泽农身边没有一个可靠的人，也可怜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自己。刘爱在拿钱走人和帮助周泽农逃亡之间摇摆不定。翌日，周泽农和刘爱躲过2拨人的追踪，划着船在湖面度过一晚。周泽农将一张带血的钱交给刘爱，算是报警的证据。与此同时，队长带着一群警察伪装成魔的司机，以发现周泽农背包的豆芽山为中心展开地毯式搜索，还嘱咐他们负责好各自的区域，一定不要单独行动。忙活了一整夜都没有结果，队长怀疑周泽农是故意将包留在豆芽山误导警方。这时，被派去找名字里带华字的兄弟带着消息回来，确定华哥的住处后，警方马上派人前往。殊不知他已经被猫眼和马哥杀害。周泽农和刘爱也上了岸，刘爱交给他一把旅馆房间的钥匙，告诉他自己先上去，15分钟后他再上来。周泽农上楼后，2个便衣也根据线索到旅馆找华哥。周泽农打开302的门，等着他的却是当头一酒瓶。猫眼、猫耳和马哥3人早就等候多时，他们没打算把周泽农活着交给警察，毕竟他也是目睹黄毛之死的证人。猫眼几人原本胜券在握，奈何周泽农身手好，他找准时机反杀了马哥和猫耳，没有花里胡哨的招式，就是纯粹的生死搏命，场面一度十分血腥，那种不单单由血浆营造出来的恐怖气氛让人不寒而栗。周泽农满身是血的跑出房间，猫眼紧随其后，2人在杂乱的居民楼里上演生死逃杀，期间还误杀了围观群众，最后猫眼死在了周泽农枪口下。巨大的动静引起了正在华哥房间搜查的便衣的警觉，警方的支援也很快赶到，警察包围了居民楼。周泽农趁乱潜入一户人家，换了身衣服跳窗逃走。周泽农骑着车一路逃亡，无意中发现站在路边的刘爱，他追上前想问清楚刘爱到底为什么出卖自己。刘爱慌慌张张地躲进一个正在开会的厂房，老板打量了他一番，起了歹心将人拽到巷子里。周泽农出现敲晕了老板，跟着刘爱来到一家饭馆，要了2碗牛肉面，大口大口地扒拉起来。期间刘爱趁着付钱的功夫报了警，警察很快包围了饭馆，走投无路的周泽农负隅顽抗，最终倒在了警察的枪口下。或许逃亡不是他的本意，周泽农只是为了让自己死得更有价值，这价值用来弥补他对妻儿的亏欠。这一路的猫鼠游戏终于结束，刘爱顺利拿到了30万的赏金。队长发现他并没有将钱存到银行，而是带着钱见了杨书俊。看来刘爱最终还是决定将钱留给周泽农的家属。队长似乎也明白了个中曲折，但刘爱的举报事实确实成立，他跟着2人走了一路，最后还是停在了路口。最后，任何解说都无法代替原片，好作品值得您完整体验。